它在开闭有没有？开闭的时候产生断路，哦，让那个口尾乳就是烤耳来点火，哦，冲磁跟放磁就会点火。等一下你会看到它在喷油哦，我油门开始吹，它就会喷油，来仔细看哦。现在这是一台 W111 4个门哈，那运送到台北来，那我接车子要回去修。那赫曼先生就会把它修成环岛状态，哦，他现在是不是很确定能上路的样子哈？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修到最好。来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非常传统的双化油器的车，这是一台 W111 1962年的车子哦。那我现在帮它改了电子点火系统，无接触点。那原来的是这个呢，叫做有接触点的，这个叫白金点火。来，可以看到这个是白金哦。那现在它已经被我拆下来了，像这样拆下来，它本来是会转的，那已经被我废除了，因为白金会有磨损的问题。那换成这种感应式的就不会有磨损问题，它几乎永远不会坏。它跟现在的 CDI 是一样意思的。那你看哦，这里有一个真空隔膜，有真空的时候它会退点火。如果这个东西往这边跑，就是点火角度退回，往这边就是点火角度前进哦。它是靠真空控制的。那我真空管还没拔掉之前，它是有用的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空怎么动哦。那吹油门的时候，真空减小，它就会那个退点火。你有没有看到它在转动？再仔细看那个白金哦。好，那同样的这个呢，也有一模一样的功用哦。那它的真空我还没接上，当我真空接上的时候呢，它低真空就会退点火，也就是说加速的时候不会再爆震了。好。那就是一个这个白金点火器的功用，那已经被我废除了啊，因为白金它有那个接点的问题哦。你看它是利用这个旋转的时候，仔细看这个接点是会动的哦。它在开闭有没有？开闭的时候产生断，仔细看这个接点是会动的哦。它在开闭有没有？开闭的时候产生断路。哦，让那个口尾乳就是烤耳来点火，哦，冲磁跟放磁就会点火。好，那现在改成感应式的了，哦，感应式非常的棒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跟留言哦。如果有想看什么东西，在下面留言，我再来拍。那现在2个化油器呢，都已经同步完成了。我们也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化油器好了哈，化油器，来，哎呦，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，这2个叫主风门，这个洞叫做低速油路，低速的啊，这个是高速的。那我们吹油门的时候呢，像这一颗2颗联动，它只吹这个低速，我们只跑低速哦。那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洞，在这里面，哦，等一下你会看到它在喷油哦。我油门开始吹，它就会喷油，来仔细看哦。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也是。好，来仔细看两边的喷油量是不是差不多？OK， 好，那这个呢是需要很高度的同步的哦，不然就会变成前缸多，或者是前化油器多或后化油器多，这样对出力都是不好的。哦，那像这种化油器，除了它的怠速位置呢是需要同步之外，开始吹油门之后的位置呢也需要同步，是2个不一样的同步哦，不是做一次同步就好了。
那它可以同步的地方太多了，连杆这里有一个连杆，这里还有2个连杆，然后还有怠速，然后还有主风门，一大堆地方可以调整哦。那如果都调整得很好的话呢，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组合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这个化油器已经是被我调得非常好了哈，两边的风量都一样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风量哈。来，这个叫做每小时15公斤的风量前化油器。来，这个也是每小时15公斤风量的化油器，在怠速的时候是这样。那在带油门的状况下，比如说20%的油门的时候，它也必须是同步的。它的怠速同步跟带油门的同步是不一样的哦。不是随便调一调就好了。OK。最近呢，已经开着这一部白色 W111，上下班都没有什么毛病跟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水温，水温也在大概华氏180，也就是摄氏82、3度左右。那我会帮它再更换一个新的水箱，让它的温度能够来到70几度。那再做一些调整跟维修，让驾驶起来非常的舒服。比如说现在加了汽油呢，它会有汽油味，很浓哦，从油箱传出来，这个也是要修理的。然后油位那个汽油的高度不准哦，这个也很危险，开赛了没有啊？那冷气现在是正常，那在一些电控设备把它修复得更好。OK， 那几乎现在是可以是环岛状态了。那前刹车两个非常不平均哦。你稍微带速度刹车的时候，方向盘整个往左偏哦，你要往右修。这就是左右卡钳不平均跟定位应该都是不太好的哦。那所以把2颗卡钳拆下来翻修，翻修到左右刹车力道平均。如果有必要，连后面的分棒也是要翻修的。然后都平均了之后，要帮它做一个空气滤芯。用那个现在的车子你可以简单买得到的空气滤芯，去做一个仿古造型的空气滤芯哦。因为这种古代车子的滤芯呢，是类似菜瓜布这么大的孔隙的东西去做滤芯，那根本没有过滤作用啊。也不是滤纸式的哦，是那种它根本就是很大型的类似菜瓜布的材质。那个只能过滤很粗的东西啦，所以要把它更换成可以过滤非常微小粉尘的滤芯。那在做环岛测试环岛测试完都没有问题了之后，就可以准备来交车了。我们现在开高速公路哦，它在时速160英里的时候呢，转速非常的高哦，因为这个是一个3档变速自动变速的变速箱，然后配上2200或2300的6缸引擎哦。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个1:1的4档，1:1的3档或4档，配上比较重的维持啊。可是因为它只有3速，所以它为了加速不要太鸟哦，它应该是配了一个4开头4.0级。或者3.9级的那个叫做后差速器，减速比的后差速器，导致它在1:1的时候，哇操，那个转速非常的高啊，真的是长途行驶你会觉得好吵啊。对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古董车不要求 ，OK。干动这么大，难怪会乱车。这差伤多啦。好 ，OK。清洗前进的引擎本体，陈年污泥都洗掉了，原本都是黑的污泥覆盖所有零件。引擎室终于看得出各种颜色，原本全部是黑色油泥。
化油器拆开里面总是惨不忍睹，巴特曼先生看习惯了。烧涵养感知器做2个，以便精密调整怠速。动态最佳混合比。钣金丈量绘图，准备雷射制作白铁钣金。宾士古董 W11100整理专辑1，待续敬请期待第2集。